在现场的荣耀90系列发布会上，全球代言人杨洋的亮相已经确定。5月29日下午2点半，荣耀90系列发布会正式拉开帷幕。据手机中国网报道，距离新机发布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荣耀已经提前放出了发布会现场图。作为全球代表，杨洋也将出席。荣耀和杨洋的粉丝们是否为这次活动而欢欣鼓舞，还有待观察。荣耀90系列，官方对荣耀90系列的重视程度，从照片上就能看出来。尽管不是该品牌的首屈一指的旗舰产品，但会议厅的规模和活动的盛况不容忽视。令人印象深刻的场地，配有巨大的屏幕和荣耀品牌标志，在荣耀90系列灯光的照耀下，散发着现代科技与别致时尚的融合。荣耀90系列发布会现场，在最近的新闻中，移动中国发现即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将有2个重大事件。首先，荣耀90系列的正式发布将标志着技术的新高峰。其次，荣耀90系列全球代言人杨洋将上台与观众互动，可通过荣耀官网、视频号、微博等官方渠道观看发布会。此外，移动中国等媒体平台和荣耀京东自营旗舰店等电商平台也将进行现场报道。发布会前，荣耀对新发布的手机进行了多项官方测试。最新的荣耀90机型拥有出色的 6.78 英寸4曲面 OLED 屏幕，全球率先采用零风险调光技术，可支持3840赫兹超高频 PWM 调光。除了200兆像素摄像头和时尚设计等突出功能外，荣耀90系列还配备了强大的5000毫安时电池，并支持 100W 快速充电。此信息最初由搜狐报道。虽然一开始觉得剪短发的杨洋很有魅力，但看到李易峰剪了同款发型的照片，我的心还是砰砰直跳。对于娱乐圈的许多女演员来说，短发可能是一种难以尝试的发型，因为它被认为缺乏控制力。只有对自己的外表有自信的人，才愿意冒险尝试走捷径。对于男明星来说，寸头发型因其对颜值的高要求，往往被视为一项艰巨的挑战。许多人完全回避尝试这种风格。小编对男明星的 buzz cut 不以为然，认为这只能属于杨洋。拍摄《特战荣耀》时，杨洋饰演一名军人，结果把头发剃到1寸。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杨洋原本花花公子的形象变成了硬朗帅气，魅力提升了1个档次。起初，我认为杨洋的短发是帅气的缩影，不过看到李易峰剪了一个类似短发的照片，我的心又是一阵激动。虽然一开始觉得杨洋的短发最吸引人，但是昨天李易峰晒出自己短发的照片，还是让我吃了一惊。看到照片，不少人都无法抗拒他的魅力。李易峰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甚至被称为国民校草。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保持着干净帅气的外表，完全具备剧中当红男神的所有必备条件。尽管因为出演《小号手就位》将头发剪短，但他的容貌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事实上，剪裁只让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有魅力和时尚。精致而凌厉的五官让他的俊美无可挑剔，足以让人心跳加速。看完李易峰寸头的照片，心里激动不已，发现比同样发型的杨洋还要帅。我很想知道您对此事的看法，如果你有任何意见，我将不胜感激。评论家对后浪结局中不合逻辑的情节和过度暴力表示不满，并对2个主要角色之间的浪漫关系可能导致他们成为手足表示担忧。近段时间，优秀的影视剧不断涌入，不过最受关注的电视剧还是央视推荐的《后浪》。从这样一个享有盛誉的网络获得推荐是一项不小的壮举。该剧围绕中医的实践与保存展开，以其引人入胜的剧情吸引了众多观众的兴趣。自开播以来，该剧的收视率飙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不幸的是，在兴奋之中也有一些观众的抱怨。最初，这部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是担任送餐员的配角。当他们遇到赵露思饰演的女主角孙头头时，已经因为迟交而心灰意冷。对此，孙头头直接将食物扔向顾客的头，这种行为令人愤怒。实际上，
即使是最有耐心的人，在面对如此挑衅的交付时，也可能会被激怒并与当局联系。孙头头恰好是中医界公认的传人，这是他杰出的父母共同的成就。遗憾的是，他年纪轻轻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头头大半生都是在孤儿院长大的，但他还是设法上了学。可是基本的礼仪，他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懂呢？此外，他还偷偷把人体模特搬出宿舍，但这种情况的奇特之处在于没有引起公愤，取而代之的是，很多人似乎都在为女主人的行为而讨好。为什么是拿走模特的那个人引起了骚动？难不成除了那个人，其他人都认为孙头头的行为是有道理的？有谁能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偏袒？清明节时，清明祭祀要携带大量粮食，然而孙头头这时候开始撒娇，抗议说浪费粮食，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他还继续批评父母不明白真相。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孙头头已经是中学毕业了，可见他明白死者是最伟大的。在我求医的这段时间里，一位老人因为长期独处，一直关心我的情况。尽管他最初的意图是鼓励我到外面走走，但他声称他需要为动物献祭进行宗教仪式，这在中医看来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丁建熙出车祸导致脊柱骨折，走路都困难重重，这不是无稽之谈吗？在试图激发人们希望的同时欺骗个人是不合适的，不是吗？电视剧中最可怕的场景之一发生在医院里，在被赵立权爆料之前，主角孙头头和任天真已经谈恋爱，正在一起规划未来。然而，就在赵立权宣布孙头头没有资格传承中医时，任新正大师出面，声称孙头头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逼得两人结为兄妹，从此永远分离。令人费解的是，编剧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有情人终成兄妹的恐怖情节？